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魅力与深度的书《公羊的节日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，他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。略萨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对社会、政治、人性深刻的洞察力，在世界文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他的作品常常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渴望，而《公羊的节日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这本书就像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宝库，它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，将我们带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那个充满动荡与阴谋的时代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更是一幅关于权力、腐败、爱情与人性的宏大画卷。对于我们读者而言，阅读这本书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。它能让我们跳出自己所处的环境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权力运作的机制，去感受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个体的悲欢离合。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对正义、对自由、对人性光辉追求的那扇门。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，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或许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。我们会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自由与民主，也会对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怀有更深切的同情。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权力被肆意滥用，当整个国家被恐惧和腐败所笼罩，个体的命运将会如何？是随波逐流，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齿轮，还是奋起反抗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？历史上有许多这样令人唏嘘的故事，比如在纳粹德国时期，有无数的普通人，他们有的选择了沉默，而有的则勇敢地站出来反抗，最终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而在公羊的节日所描绘的世界里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一群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的人物，他们的故事将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，一关于权力与腐败的深刻剖析。公羊的节日以杜鲁埃利欧·莫卡将军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期为背景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权力与腐败的共生关系。在这个国家，权力就像一个巨大的怪兽，吞噬着一切美好的事物。莫卡将军作为权力的核心，他的统治建立在恐惧、暴力和谎言之上。书中详细描述了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，从官员的贪污受贿到司法系统的完全沦陷，整个国家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黑暗深渊。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，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，当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时，就很容易被滥用。略萨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，揭示了这种权力滥用的内在逻辑。莫卡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，对任何可能的反对势力进行残酷镇压。同时，他通过控制媒体和宣传机器，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，让民众在信息的迷雾中对他盲目崇拜。这种对权力的极端掌控，必然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，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官员们为了获取利益和保住自己的地位，纷纷向权力靠拢，不惜牺牲道德和良知。阅读这部分内容，我们可以学会如何识别权力滥用的迹象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虽然我们可能不会面临像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极端的情况，但权力腐败的现象依然存在。通过了解书中的描写，我们可以更加敏锐地察觉到身边的不公正现象。例如，在一些企业中，如果领导者的权力没有得到合理的约束，可能会出现任人唯亲、贪污、公款等行为。我们可以借鉴书中对权力运作的观察和分析，倡导建立更加透明、公正的权力运行机制。这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也能让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更加健康有序。正如书中所说，权力如果不受约束，就会像脱缰的野马，践踏一切美好的东西。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，莫卡将军在一次盛大的庆典上发表着冠冕堂皇的演讲，而台下的人群中却隐藏着无数双充满恐惧和怨恨的眼睛。这个场景生动地展现了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，还有那些被秘密警察逮捕的无辜百姓，他们在黑暗的牢房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，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莫卡将军对权力的病态渴望。这些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权力腐败的可怕后果。人性的复杂与挣扎。在公羊的节日中，人性的复杂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书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，每个人都在权力、欲望、道德和良知的交织中挣扎。有的人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，有的人则在内心深处坚守着对正义的信念，哪怕面对死亡也毫不退缩。这些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他们有着自己的梦想、恐惧和无奈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人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时，会产生复杂的心理反应。一方面，生存的本能会驱使我们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，比如讨好权力者，以换取自身的安全。另一方面，人类的道德感和良知又会在内心深处不断地谴责自己。这种内心的冲突就构成了人性的挣扎。略萨在书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，将这种挣扎表现得入木三分。
例如，一些官员在参与腐败活动后，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恐惧，但他们又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，只能在这种痛苦中越陷越深。理解书中人物的人性挣扎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本身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各种道德困境和外部压力。通过学习书中人物的处理方式，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同理心和道德判断力。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在挣扎时，我们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坚守正义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，在面对困难和诱惑时，坚守自己的原则。比如，在职场中，如果我们遇到同事为了利益而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选择勇敢地站出来，或者至少保持自己的清白，不被不良风气所影响。书中有一句话，在黑暗中，总有一些人像星星一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这句话激励着我们在复杂的人性世界中寻找那些美好的品质。书中有一位年轻的军官，他原本是莫卡将军的忠实部下，但在目睹了太多的暴行和腐败后，他的内心开始动摇。他在深夜里辗转反侧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些被杀害的无辜百姓的面孔。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，一方面是对将军的忠诚，另一方面是对正义的渴望。最终，他选择了背叛将军，加入了反抗的行列。这个案例深刻地展现了人性在面对善与恶抉择时的复杂性和可能性。3. 爱情与希望的微光。在公羊的杰勒那黑暗压抑的氛围中，爱情和希望就像一缕微光，给人以温暖和力量。书中描绘了几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，这些爱情故事在残酷的现实中显得尤为珍贵。它们是人们在绝望中的精神寄托，是黑暗中的灯塔，指引着人们走向光明。爱情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，它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勇气和希望。在极端的环境下，爱情可以成为人们抵抗外界压力的动力源泉。当人们陷入爱情的漩涡时，他们会为了心爱的人而变得更加坚强。同时，希望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之一。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略萨在书中巧妙地将爱情与希望融合在一起，通过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，展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。从书中对爱情与希望的描写中，我们可以学会珍惜身边的爱情和希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忽视那些看似平凡的爱情瞬间，而当面临困境时，这些爱情的力量就会凸显出来。我们可以学习书中人物对待爱情的态度，用心去呵护我们的爱人，让爱情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股积极力量。同样，我们也要在生活中保持希望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要相信未来会有转机。比如，在面对工作上的挫折时，我们可以想想那些在困境中坚守爱情和希望的人物，激励自己重新振作起来。书中有一段关于爱情的描写，在那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夜晚，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在黑暗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。有一对情侣，他们在莫卡将军的统治下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，但他们的爱情却从未动摇。他们在秘密的角落里偷偷相会，互相倾诉着对未来的憧憬。在一次残酷的镇压行动中，男子为了保护女子而被捕，在狱中，他依然思念着女子，心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渴望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爱情在困境中的坚韧与伟大。4. 反抗与自由的呐喊。公羊的杰利也是一部关于反抗与自由的作品。在莫卡将军的暴政下，一小撮勇敢的反抗者挺身而出，他们为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，不惜与强大的权力机器展开殊死搏斗。他们的行动就像星星之火，点燃了人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望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社会的变革往往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反抗不公正的现状。当压迫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反抗就成为了必然。略萨在书中描绘的反抗者们，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变革的规律。他们深知，只有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，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、自由的社会。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自由的真正含义，那就是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被独裁者所控制。阅读这部分内容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反抗精神的重要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公正的现象，比如校园霸凌、社会歧视等。我们不能选择沉默，而应该勇敢地站出来，为自己和他人争取应有的权利。通过学习书中反抗者的勇气和策略，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抗争。例如，在面对校园霸凌时，我们可以团结同学，向老师或学校反映情况，或者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同时，这也能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，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书中反抗者的口号，为了自由，为了多米尼加，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边，激励着我们为自由而战。在一次秘密的反抗行动中，反抗者们计划暗杀莫卡将军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，虽然最终行动失败了，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却震撼了整个国家。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反抗者们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也让我们明白自由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公羊的节日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伟大作品，它通过对权力、腐败、人性、爱情、反抗和自由的描绘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世界。它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黑暗面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中美好的品质。它让我们为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爱情而感动，也为那些为了自由而战的反抗者而欢呼。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极端环境时的各种反应，以及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勇气和希望。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《公羊的节日》，不要让这本书在书架上蒙尘。它是一本值得你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细细品味的作品。让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去思考权利与自由的意义。当你阅读这本书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的时代，与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着各种磨难和挑战。生活就像一场冒险，而阅读《公羊的节日》就是开启这场冒险的钥匙。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段旅程，去探索人性的奥秘，去追寻自由的脚步。不要害怕黑暗，因为在黑暗中，我们才能更加珍惜光明。不要畏惧困难，因为在困难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。拿起这本书吧，让它成为你灵魂的滋养。让我们在阅读中汲取力量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。